今天讲一部刚刚上映的科幻惊悚片，不看到最后一秒，绝对猜不到结局会有惊天大反转。故事发生在沙漠中的一个社区，这里与世隔绝，犹如世外桃源。社区提供免费的别墅、豪车以及各种美食，家家户户衣食无忧，没有任何负担。每个男人都是成功人士，并拥有一个美若天仙的老婆。男人们每天去一个较微的公司上班，而妻子们则留下来整理家务，然后叫上左邻右舍做做瑜伽，逛逛商场，搞搞 party。可以说这里的生活简直就像天堂一般。每天早上，妻子们会面带微笑目送丈夫上班，然后开始一天的优雅生活。他们先在家里打扫卫生，洗刷一下浴缸，随后会不约而同来到瑜伽中心。到了下午茶的时间，他们会逛下商场，肆意购物。如此美妙无可挑剔的生活，直到这天被一个人气打破。在 V 公司总裁的家庭聚会上，小黑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：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这句话看似普通，但却如同一颗炸弹在人群中散开。男人们听后惊慌失措，而女人们听后则陷入沉思。面对尴尬的一幕，公司总裁抛出了几个心灵鸡汤，大家很快在他的激情演讲中打消顾虑。次日清晨，女主露西惯例送走老公，然后在家做起了卫生。恍惚之间，她突然想起昨天小黑的问话：是啊，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而且老公每天去公司做什么工作呢？带着心里的疑问，露西出门坐上了社区的专车，不知不觉来到了终点站。就在这时，一架飞机摇摇晃晃从空中掠过，然后坠毁在了一个山峰后面。她急忙让司机赶过去救人，但司机却说这超出了他的工作范围。无奈之下，露西选择自己前去查看。这条路是男人们上班的必经之路，社区有规定闲杂人等禁止入内，但现在人命关天，10万火急，露西还是硬着头皮闯了进去。穿过道路尽头的干涸沙漠，露西来到了山峰面前。围山而建有条小路，她决定登上山顶一看究竟。没过多久便来到了山顶，在这里没有看到飞机坠毁的痕迹，却看到了一个圆形的建筑。露西好奇地凑近观看，并将双手按了上去。一瞬间，她的灵魂仿佛被抽离一般，一股无形的力量将她坠入了黑暗之中。当露西醒来的时候，自己竟然躺在家里的床上，而丈夫正在忙碌地做着晚餐。难道这是一场梦吗？可这梦境也太真实了。然而到了第二天，更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接连发生。露西在擦玻璃的时候，身后的墙壁竟然慢慢向她靠拢，并很快将她死死压在了玻璃上。强大的推力让露西几乎窒息。原来这不过是个幻觉。就在这时，电话响了，露西连忙接听，对方是许久未见的邻居小黑。他对露西说要赶紧逃离这里，然后再也没有了言语。露西诧异电话的内容，但她并未太过在意。然而接下来更多的幻觉出现了。做午餐的时候，露西发现手中的鸡蛋有些异常，捏碎之后发现它是空的，再拿一个还是空的。当她捏碎了所有鸡蛋，竟然全部都是空的。惊讶之时，焦糊的牛排唤醒了她。瑜伽馆内，露西发现镜中的自己变成了小黑。就在她疑惑之际，小黑猛然撞向了镜子，一下又一下，似乎要逃离困着她的牢笼。回过神的露西发现这又是幻觉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受刺激的露西向家的方向跑去，刚到家就看到邻居小黑站在房顶上，手里拿着刀子就要自残。来不及劝阻，小黑的刀子就划向了脖子，强力的冲击让露西难以置信，刚要上前查看，却被红衣人拦了下来。当天晚上，露西向老公讲述了一天的奇怪经历，而且她确信小黑恐怕是凶多吉少。老公安慰她说，幻觉是因为缺乏休息。而关于小黑，她了解到只是擦玻璃掉了下来，现在已经出院在家休息呢。露西很惊讶得到的回答，随即质问老公到底做的什么工作。然而老公却说这是机密，无法透露。深夜，露西盯着电视陷入了重度沉思，她开始怀疑起周围的一切。次日，刚刚送走老公，露西来到厨房做起了实验。她用保鲜膜将自己的头包裹起来，很快强烈的窒息感袭来，一股死亡的恐惧弥漫了全身。危急时刻，露西撕开了保鲜膜，她确信这个世界是真实的，可为什么总觉得周围都是假的呢？随后，老公请来了社区的医生，在他们交谈的时候，露西瞥见了医生带有小黑的病历。当医生离开之后，她的提包忘在了这里。露西趁机翻出来查看详情，可结果里面只有一句话，说小黑拒绝接受治疗，社区已经对他发出警告。莫名其妙的批示让露西陷入了崩溃，难道是自己真的生病了吗？随着时间的推进，生活恢复了往日的平静，但露西心里还藏着种种疑惑。在公司的年度表彰大会上，所有人表现得异常兴奋，但露西却觉得大家好像都在演戏。舞台之上，总裁宣布年度最佳员工是露西的老公，一时间台下欢呼雀跃，纷纷鼓掌为其庆祝。表彰大会结束后，总裁带着邻居们来到了露西家里，他们要为最佳员工单独庆祝。晚餐开始之前，露西在厨房做着丰盛的食物。这时总裁悄悄走了进来，他直言这个社区由他一手创办，也承认露西看到的一切都不是幻觉。他希望露西继续做回真实的自己，
这样才能让社区越来越完善。简单的话语看似轻描淡写，但露西听到耳中却是平地炸雷。终于有人承认了这是事实，而且是社区创始人说的话。看来这里确确实实暗藏玄机。饭桌上，露西抢占了老公的 C 位，然后环视一圈，开始提出质疑：为什么每对夫妻的经历都一样？为什么大家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生活？更重要的一点，男人们到底在做什么样的工作？一连串的问话让大家震惊无语，所有人被这样的问题凝固了笑容。露西的老公见状试图阻止，却被总裁拦了下来。他不慌不忙回答露西的问题，尽管每个答案驴唇不对马嘴，但大家却认为总裁说的对极了。露西无法相信看到眼前的一切，当她还想继续发问时，总裁夫人制止了这场闹剧。庆功会在露西的搅和下不欢而散。待到所有人走后，露西祈求老公带她离开这里，因为现在的所见所想快把她逼疯了。面对露西的苦苦哀求，男人答应了老婆的请求。然而当两人整理好准备出发时，露西的老公突然说了声对不起，紧接着红衣人再次出现，他们拉着露西消失在黑夜之中，只留下了男人痛心而又无奈的身影。几天后，露西重新出现在大家的视野，她恢复了往日的神采，似乎之前的经历都不曾发生一样。她惯例打扫卫生整理家务，惯例去瑜伽室塑形身体，惯例在厨房为老公做好晚餐，生活如同注入了甜蜜素，让露西沉浸在爱与被爱的氛围中。直到一首曲子打破了这份宁静，熟悉的音符唤醒了露西残缺的记忆，她瞬间明白了发生的一切。原来露西是一名夜班医生，而她老公是一个落魄的程序员，两人在压力下过着清贫的生活。有一天，男人在网上发现了新技术，只要带上设备就可以进入虚拟世界，于是他偷偷买了2套设备，在妻子熟睡时将其带入了次世界。男人每天会回到现实世界打工，利用这个收入来维持在虚拟世界的生活。而露西在虚拟世界发生的种种幻觉，只不过是这个程序的一些漏洞罢了。回忆的疼痛将露西拉回虚拟世界，她起身和老公吵了起来。男人不甘示弱，讲着自己的理由。That's okay. We're perfect in here. Don't you want to be perfect with me? 在争执的拉扯中，男人抱住露西，祈求她冷静思考。可露西为了挣脱，拿起了一个酒杯。露西失手杀死了老公，血腥的画面让赶来的邻居吓傻了。露西告诉邻居这个世界是假的，而邻居则直言自己知道怎么回事。崩溃的露西非常愤怒，她质问邻居为什么不说，为什么不走。邻居说这是我选择的人生，而且在这里她能拥有已经死去的孩子。露西震惊了，闹了半天自己才是个小丑。邻居接着说感官和真实世界是互通的，也就是说男人死了，你的老公在现实世界也就死了。如此一来总裁不会放过你，你必须马上开车逃走。而上次山顶的那个圆形建筑就是退出登录的结界口。与此同时，总裁接到了露西家发生的消息，吃惊之余下令一定要抓到露西。这时总裁夫人走了过来，一把匕首刺中了她。她为什么也要杀了自己丈夫？或许是露西的行为觉醒了其他女人。另一边的露西走出房间，此时邻居们都惊恐地望着她，顾不上这些人的劝阻，她抢了一个汽车开始发动。男人们见状立刻追了上来，穿过社区的柏油马路，露西很快来到了沙漠区域。紧追的男人们为什么要抓她？因为大家都签署了保密协议，一旦露西出去定会曝光这个程序，而他们也将失去这个看似光鲜亮丽的生活。面对前有拦截后有追兵，露西脚踩地板油，显而又显地躲过了追捕。汽车到了半山腰意外抛锚，露西只好徒步向上冲刺，而身后的红衣人也密密麻麻爬了上来。终于，露西来到了圆形建筑，在红衣人扑过来的那一刻，他将双手按向了那个大门，一瞬间，所有的记忆再次刷新，露西也回到了真实的世界。至此，本片结束。这部电影被誉为别担心亲爱的，讲的中心意思是反乌托邦世界，但不管是什么形式的世界构架，自然不能脱离真实经历的存在。据说星爷在搞次元宇宙，那说明这样的世界也不远了。如果真有这样的地方，你会去吗？感谢老铁们看到这里，下期再会。